如果你们不信的话，可以问问蓝启仁老先生，这《云深不知处禁书室》有没有这本书？就算有这种曲子，我当年在姑苏兰氏学艺时，根本进不了禁书室。谁说要你自己进去啊？你主人可以自由出入不就行了？我估计你改曲子这个方法，也是他教给你的吧？能在云深不知处自由进出的位高权重者，我相信不用我说，大家也应该知道是谁了吧？这么说，难道是？你们打的好主意啊！四下抓捕各家子弟，把这么多人都弄到乱葬岗来，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他自己借口受伤不来，为了避嫌，和你里应外合。最后上百人全军覆没在我的地盘，说不是我做的，谁会相信？你们也不怕撞上我？反正我魏无羡臭名昭著，新仇旧恨一起涌上来，群情激愤，恐怕也根本没人听我解释。可笑，脸方尊已经是统领百家的仙都，又不需要争权称霸，让这么多人前来送死，对他有什么好处？你污蔑我就罢了，还污蔑到仙都的身上。既然你信誓旦旦说我污蔑你，那你敢不敢当着所有人的面，把你刚才驱赶傀儡所弹的战曲再弹一次？对，再弹一遍。不肯是吧？好啊，没关系。你不如看一看，这是什么？你还真以为我们在金陵台当时是无功而返吗？那芳菲殿铜镜之后的密室里，金光瑶藏着的2张从乱破抄上撕下来的残页，已经被我们找到了。只要拿给蓝启仁前辈一看，让他辨一辨，里面有没有方才你奏过的旋律，立刻就真相大白了。当心有诈！哎呀，我没有看错吧？你居然还有灵力傍身啊！来，恭喜恭喜啊！不过，既然如果不是图谋不轨的话，为什么要隐藏自己还有灵力的事实啊？糟了，他要破坏阵法！他是鬼面人，他有阴虎符。没用的，别画了。哎，魏无羡，你还没告诉大家，这苏舍怎么会有阴虎符？这个阴虎符是薛洋仿制的。我们在驿城遇到薛洋，与他交战之时，有一鬼面人出现，打算救走他，可惜没有成功。但拿走了薛洋的阴虎符，这个鬼面人就是苏舍。啊，这么说，这些傀儡都是苏宗主控制的。公子，挡不住了！哎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这可怎么办呢？鬼将军，我来助你。等等，秀秀，要是敢把紫电弄丢了，你试试看。金陵，这，你个小兔崽子，给我回来！听见没有？你要不回去吧，我才不回去呢。完了完了完了！现在怎么办呢？爹，怎么办呢？
要干什么？待会儿第二波闯进来时，我把他们往血池里引。韩光君负责击杀。这儿有个靶子，一会儿记得不要恋战，只往外跑。他们是不会攻击你们的。那我也要在身上画旗子。别瞎搞了，行吗？靶子一个就够了，韩光君一个人配合我击杀就行了，其余人全部不准添乱。听他的。温宁，快带他们走！总算出来了。是啊是啊，我灵力回来2成了，我异常恢复的好慢啊。诸位，依姚某所见，眼下灵力尚未恢复，不如我们先找一个安全之所，休整到灵力恢复至8成以上，再各自回家，避免节外生枝，另有不测。不如就先去莲花坞，离这里最近。姚宗主，就这样走了吗？不走，还待在这儿。万一那些傀儡攻下山来，他们还没回来呢。他们是不会回来了。就是呀。胡说什么？思追，这是要干嘛呀？不要命了，要回来呀！干嘛去啊？啊！魏前辈，思追啊，哎，魏前辈，魏前辈，你还好吗？思追，我们没事了，别怕。我不是害怕，我只是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只是，这孩子怕不是傻了吧？魏前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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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魏前辈，魏前辈！阿月，哎呀，真没想到，这苏舍竟然是这样的。就是啊，真是没想到啊。哎，不过没有道理啊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难道就是为了陷害魏无羡？你们也不想想，这个魏无羡在金陵台的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话？难道是脸方尊？
这个魏无羡呀，虽然不是什么好人，可是有些话倒不一定是假的。我就听说呀，好说也好说。对呀，我听说也是这个。怪不得，怪不得。思追，船还得一会儿再开，你要派运船，要不咱们先在码头上歇一会儿。好。思追兄，你怎么也晕船啊？你不是姑苏人吗？你又不是北方人，怎么会晕船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我4、5岁的时候坐船就这样了，可能我天生就这样。咱们走吧。鬼将军，他干嘛？鬼将军怎么在这里啊？难道他要上我们的船？谁知道呢？他不是应该跟魏前辈在一起吗？他过来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晚辈是姑苏蓝氏子弟，名叫蓝渊。蓝渊。那你知道你的名字是谁给你取的吗？名字自然是父母给取的。他干嘛呢？那你的父母还健在吗？我的父母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故去了。四师兄，别说这么多，当心有古怪。怎么样？四追，是你的字？正是。是谁给你取的？韩光君。温先生，我的名字是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，没有。你长得很像我的一位远房亲戚。没想到鬼将军还是个自来熟。我究竟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？蓝公子，公子，我可以叫你阿月吗？可以啊。阿月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我过得很好。韩光君一定对你很好。韩光君与我如兄如父，我的情都是他教的。韩光君是从你多大的时候开始带你的？我也记不清了，大约是4、5岁的时候。不过更小的时候，韩光君也应该不能带我。似乎那时候有好几年，韩光君都在闭关。他干嘛？我刚才路过码头的时候买的，觉得你会喜欢，送给你。
阿月。金如兰公子，那是谁？金莲小公子。哎，金公子，你让开，不关你的事。金莲，你先把剑收起来。别等我！死追，死追！金公子，你有什么，冲我来，温宁绝不反抗。但是，阿月，兰苑公子他……金莲，你这人怎么这样啊？思追招你惹你了？对啊，他是为你好，你不领情就罢了，怎么还退人呢？哎，真是没人管教，没教养。哎，是，我就是这么差劲，怎么样？好好的发什么脾气呢？太不可理喻了！哼，真是大小姐脾气，说爆就爆，一点教养也没有，把我们当什么人了？就是。金陵，金陵，魏婴，金陵，兰晨，发生什么了？你晕过去了。不是说我是说金陵，他们怎么了？明明是你先动的手，为什么反倒自己还凶起来了？别说了，我就是没人管教，也轮不到你们来管教我。发生什么了？温宁，怎么回事？公子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忍住，我只是来看看。你别在这给我假惺惺！金陵，把剑放下。我不放！金陵，我不放！不要闹了！好，都是我胡的，是我不懂事，信了吧？这是我爹的剑，我不放。阿玲，阿玲，哭什么？快过来！怎么回事？谁欺负你了？韦无羡，你跑到岸上去做什么？哎，姚宗主，你又何必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呢？
如果魏前辈想做什么，大家恐怕现在都不能安然无恙吧？子珍说的不错。欧阳宗主，没记错的话，那个说话的应该是你儿子吧？真是能言善辩。子珍，到爹这儿来，快过来！爹，不是您让我不要过去烦你们的吗？行了，你今天出的风头还不够吗？给我过来！我不过去。你，真是越大越不懂事了！你再不过来，爹过去抓你了！爹，您就进去休息吧，您灵力还没恢复呢，快进去。宗主，我们要开船了，回莲花坞吗？你还有脸回莲花坞？开船，回莲花坞。公子，我在外面等你们。思吹，温先生，我陪你吧。你陪我？是啊，反正众位前辈进去也是要商议要事的，我进去了也没什么用。我们继续聊，刚刚我们聊到哪儿了？哎，魏前辈当真有把5岁小儿当成萝卜种在土里过吗？就像这样。随他去吧。那个小朋友真可怜。不过，其实我记得我小时候，韩光君也曾经把我放在兔子堆里养过。真的吗？而且兔子吃什么我就吃什么。然后啊，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吃胡萝卜。
宗主，不见，有什么事日后再说。没看见现在是什么情况吗？弟子说过了，但是2名女子说她们就是为今天的事而来，而且她们还带了一批名贵的药材来，好像是知道几位宗主受了伤。哦。诸位，请自己随便做，容江某失陪片刻，去便回。江宗主客气。安斋，请坐。不得胡闹。江城都去了这么久了，怎么还不回来？进来吧。哎，你们就在这里说，再说一遍。江宗主，你这是……此事过于骇人听闻，江某不敢贸然。所以细细盘问一番，耽误了些时间。恳请诸位先静一静，听听这2位的话。你们2位，谁先说？我先来吧。我要说的是一件大约11年前的旧事。我叫思思，本来是个做皮肉生意的，也算是红过一阵吧。10几年前想着找个富商嫁了，谁料到那个富商的老婆是个厉害的，找了一群大汉，带刀划了我的脸。我的脸就变成这样了。我的脸变成这样，谁都不肯看一眼。之前的生意也做不下去了，原先的馆子把我踢了出去，我又不会干别的，就跟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姐妹一起搭伙。他们的客人要求不高，有什么活会带我一份儿，我把脸遮起来也能凑合。有一天，有一个同巷子的姐妹突然接到了一单生意，她点了我们好多人，用马车接我们去了一个地方。一下点了这么多人，一看就是个有钱的主儿。本来就是啊，钱都给了，还美不死你啊！我虽然拿了金锭，却还是觉得不对劲儿。既然是有钱人，为什么会找上我们？说直白点，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到了，应该是到了，到了。
果然够丑的。哼，带进去吧，给那老东西好好玩玩。走。接着。父亲，我给你找来了你最爱的女人，有很多个，你高兴吗？是金光瑶。那个这么说，那个躺着的人，就是你是？继续说。后来还能怎么样？那个中年男人喊着，挣扎着，可是浑身却没有力气，还没怎么着呢，就有出气，没有进气了。他就这么死了？可不是吗？谁见过这种阵仗？我们吓个半死，想着停止这场交易，可是帘子后面那个人他说说什么？他说死了也别停。哎呀，你说，哎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金光山再怎么说也是他的亲生父亲，若这件事是真的，这也太……哎，当时那个人死了，我就知道我们都完了。果然，事后我那20几个老姐妹全都被杀了，一个不留。那为何单单留下了你一个人？我不知道。我当时苦苦哀求，我不要钱，我也绝不会说出去。没想到，他们真的就没有杀我，把我囚禁在一处居所，一关就是11年。直到最近，我才偶然被人救了，逃了出来。谁救的你？我不知道，我也从没直接见过救我的人。他听了我的事情之后，决定不让这个道貌岸然的败德之徒继续欺骗众人。就算他如今一手遮天，也要将他所做之事全都披露于众，给被他害了的人讨个公道，也让我那20几个姐妹能够安息。你所言之事，有什么证据？
没有。他细节说得如此清楚，绝不是谎言。这位姑娘，我似乎在哪里曾见过你。应该是见过的。岳灵秦氏举办清谈会的时候，我时常伴随在我家夫人左右。岳灵秦氏，莫非你是金夫人的侍女？是。蓝先生记得没错，我是金夫人的贴身侍女，小人名叫碧草。我要说的是，发生的更早一点，大约在12、13年前。我是看着我家小姐长大的。我家老夫人对小姐向来宠爱有加，但在小姐即将成亲的那段日子，夫人却一直心情不好，整日闷闷不乐，甚至白天突然就以泪洗面，晚上也是天天做噩梦。我以为是因为小姐要出嫁，夫人心中舍不得，便一直安慰她，说小姐要嫁的那位莲芳尊金光瑶年轻有为，又是一个温柔体贴、专一不二的男子，小姐嫁过去一定会过得很好。可是夫人听了之后，看上去更难过了。过了几天，小姐成亲的日子就定了下来，夫人一看到帖子便晕了过去。小姐成亲之后，夫人就一直闷闷不乐，生了心病，病得越来越严重。临终前，夫人终于撑不住，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。莲芳尊、金光瑶和我家小姐秦素，他们哪里是什么夫妻？他们根本就是一对兄妹呀！我家夫人实在是太不幸了。秦老宗主那个老东西简直不是人，他贪恋我家夫人相貌，在一次外出醉酒后强迫她，我家夫人哪里抵抗得了，事后也不敢声张。金光山记不清小姐是谁的女儿，可是我家夫人怎么可能忘记？她不敢去找金光山，又知道我家小姐情绪于金光瑶，她挣扎了很久，为了不铸成大错，她还在大婚之前悄悄去找了他，吐露了一些内情，苦苦哀求他取消这门婚事，万万不可酿成大错。谁知金光瑶明明知道小姐是他亲妹子，可还是娶了她呀！这个是错了吧？太过分了！哎，秦老宗主跟随了金光善多少年呢？他竟然连自己老部下的妻子都要染指，都不放过。这个金光善真是禽兽不如！对呀，禽兽不如。金光瑶若想在兰陵金氏站稳脚跟，就非得有秦苍叶这位坚实的岳丈给他助力不可。他怎么会舍得不娶呢？哼，论丧心病狂，金光瑶，他简直是举世无双，无人能出其右啊！难怪他当初在密室对秦素说：“阿松必须死。”看看，我说的没错吧？
我早就听说他儿子根本就不是别人害的，而是他自己下的毒手。姚宗主，此话怎讲？大家都知道，亲兄妹所生之子，10之8九会是痴呆儿吧？孩子太小时，旁人看不出来什么端倪，可一旦长大，孩子不同于成人之处就会逐渐暴露出来。可若是真生出一个痴呆儿来，那我旁人自然会对金光瑶指指点点，说三道四，甚至会说金光瑶是沾了娼妓的脏血，才会生出这样的孩子之类的风言风语。而且，大家仔细想一想，当时毒害金如松的人，刚好是反对他当仙都的那位家主，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巧的事情啊？所以，他一不做二不休，干脆杀了金如松，嫁祸给反对他的家主，然后再以给儿子报仇的名义，光明正大的讨伐了反对他的家族。哼，虽是冷酷无情，却是一箭双雕啊！莲方尊可是好手段呐！金陵台清谈会上，你是不是见过秦素？我当晚在芳菲殿内，秦素和金光瑶发生了一番争吵。她说她去见了一个人，这个人告诉了她一些事情，还给了她一封信，说这个人绝对不会骗她。是不是你啊？是我。这个秘密你已经守了这么多年，为什么忽然决定要告诉他？又为什么忽然要公之于众？因为我得让我家小姐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原本我也不想公之于众的，但是我家小姐在金陵台上莫名自杀，我一定要揭露这个衣冠禽兽的真面目，给我家夫人和小姐讨回公道。你真的不知道吗？正是因为你告诉了你家小姐，所以她才会自杀。哎，你这么说我可就不同意了。难道她非要隐瞒真相才对吧？哟，这镯子不错呀。可是今天把这2位送到这个地方的人，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哎呀，我们何必纠结于此呢？我们只需要知道有一个人他是义士，他一定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对，是站在我们这边的。颇多存疑。何处存疑？存疑可多了。首先，这金光瑶如此心狠手辣，为什么杀了20多个人之后，偏偏留下了思思一个人？现在人证有了，那物证呢？哎，这不正是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吗？当初金光瑶就是靠讨好赤峰尊和泽无君，才得以一步一步的往上爬呀。否则，他一个娼妓之子，何以能做到今天的位置呀？他竟然对赤峰尊下毒手。泽无君现在还在他那里，只怕万万不要有什么闪失才好啊！不光是义兄，亲兄弟更是难逃一劫。金光善死前那几年，他忙着到处清理他爹的私生子，生怕有人杀出来跟他抢位置。这么看来，莫玄羽还算好的。要不是疯了被赶了回去，说不定和其他那几个人一样，因为各种原因消失了。金子轩的死，也肯定和他脱不了关系。哎，你们不要忘了，还有薛洋这一出呢。当年薛洋不是逃走了吗？这肯定也和金光瑶有关系。是啊，控制傀儡的阴虎符不也是薛洋造的吗？如此看来，这位金某人杀父、杀兄、杀子，
杀主杀友，实在是太可怕了。今日也是，我看啊，那个金光瑶，他是看这些年来各家势力都日渐扩大，逐渐变强，他心生危机感，所以他也害怕自己会像当年的岐山温氏那样被推翻、被颠覆，才干脆一不做二不休，想设计将我们一网打尽。哼，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让他最害怕的事变成事实。不如我们就攻上金陵台。对。就在今天之前，这位可怕的人物还是人人交口称赞的莲芳尊，没想到一天之间就人人喊打了。魏先生，魏先生，魏先生，金光瑶这厮手里有阴虎符，这事儿得拜托你了。啊？哦，不错不错，此道之上无人能出夷陵老祖之右啊！哟，这下金光瑶可真是踢到铁板上了。是啊，把金光瑶挫骨扬灰。蓝湛，你怎么看？送信之人明了，写信之人是谁？先救下思思，说服他作证，又贿赂碧草，把事情捅给秦素，再选择这个时候让他二人把金光瑶的丑事公诸于众。这人每一步都深思熟虑，城府之深，只怕不在金光瑶之下。不过我猜，这个人就是指引我们找到赤峰尊的黑衣人。尚无证据。目前是个人是敌是友，动机如何，还不好判断。不过金光瑶证据确凿，大势已去，倒是板上钉钉。我即刻发信给兄长，提醒他万事小心。怎么了？没事，那里是江氏祠堂。要进去吗？不了。江叔叔，于夫人，师姐，是我又来打扰你们清静了。我以前啊，可是这里的常客。于夫人3天2头就罚我。略有耳闻，都传到你们姑苏去了，哪还能叫略有耳闻啊？不过这么多年啊，我还真没见过第二个女人像于夫人这样，脾气那么暴躁，动不动就因为一点小事
把我赶到祠堂来罚跪。罪过，罪过，罪过！你不打算告诉江城吗？不知道，至少现在不会吧。毕竟，你们也是兄弟。我和江城之间的隔阂渊源已久，没有那么容易解开。何况，这阴虎符，毕竟是我创的，不管有没有金光瑶，都无法改变这个事实。魏无羡，你还真是不把自己当外人，想来就来，想走就走，想带人就带人。你可还记得这里是谁家？主人是谁？我并没有带韩光君去莲花坞的其他机密之地，我只是带他过来上几炷香而已，祭拜一下江叔叔和于夫人。我们现在就走。你确实应该好好跪跪他们，平白的到他们面前污他们的眼睛，辱没他们的清净。江宗主，请注意言辞。我注意？我看是某人需要注意举止了。你早就被我们家扫地出门了，你有什么脸面进来面对我的父母，面对我姐？江外蓝湛，蓝湛，我们走吧。要走就走得越远越好，别再让我看到你们这些乱七八糟的人出现在我的王亲面前。江城，你要骂就骂我，不要带上别人。我有必要对他好脸色吗？魏无羡，你忘性可真大。那我就来提醒提醒你吧。当初就是因为你逞英雄，救了你身边这位蓝二公子，整个莲花坞还有我爹娘都给你陪葬了。这样还不够，连温氏你都要救，拉上我姐姐陪葬，你真是好伟大呀！更伟大的是，你还如此宽宏大量，带着这2位前来莲花坞，让你的鬼将军在我们家门前徘徊，让蓝二公子进来上香，存心给我，给他们找不痛快。蓝二公子，你也真是让我刮目相看呐！堂堂姑苏蓝氏双璧，不顾蓝氏100年清明，竟然跟夷陵老祖魏无羡同流合污，真是让你舒服。你哥哥脸上有光啊！江婉音，你给我马上道歉！道歉？为什么要道歉？为侮辱了你们这段伟大的知己之情吗？你还有完没完？要打便打，怕你们2个吗？魏婴，蓝湛，我们走。好。站住！怎么？你刚才不是很横吗？不是要打吗？打呀！放手！魏婴，蓝湛，我们走吧。好。站住！滚开！
谁让你到莲花坞里面来的？你怎么敢！你想干嘛？拔出来！我警告，如果不想再被挫骨无灰，就立刻把你的脚从莲花坞的土地上挪开！滚出去！动手！啊！还要怎么样？封戒解除了，封戒没有解除，直到现在，它还是封住的。若你把它插回鞘中，再换人来拔戒，无论换谁，都是拔不出来的。为什么？那为什么我能拔出来？因为这把戒，把你认成了魏公子。什么叫把我认成了魏无羡？怎么认？为什么是我？因为现在在你体内运转灵力的那颗金丹。是他的。姐，他不会醒过来了吧？不会的。出来吧。换丹吧。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我没有胡说。你给我闭嘴！我的金丹，我的金丹。我是豹山散人给你修复的，你怎么知道？他连这个也对你说？没有，魏公子从来没有对任何人提起只言片语，我是亲眼看到的。撒谎！你在场？你怎么可能在场？当时上山的只有我一个人，你根本不可能跟着我。我没有跟着你。撒谎！那你听听，我是不是撒谎？你上山时，眼睛上蒙着一条黑布，手里拿着一根长树枝。快到山顶时，经过了一片石林，绕了快半个时辰才绕过去。这个时候，你听到了钟声，钟声惊走了一片飞鸟。你把树枝紧紧握在手里，像握剑那样。钟声停下来的时候，有一把剑抵在你的心口。你听到了一个女子的声音，命令你不许前进。来者何人？所谓何事？晚辈是豹山散人之徒，藏色散人之子魏婴，特来求见豹山仙师。你马上停住了脚步，看上去很紧张，隐隐还有些激动。这女子的声音压得很低，问你是何人，为什么到这里来？你回答。闭嘴！你回答，
你是藏色散人之子魏婴。你说了家门覆灭，说了莲华坞大乱，你还说了你被华丹手温竹流化去了金丹。那个女子反复询问你关于你父母的一些问题，等你回答到最后一个的时候，忽然闻到了一阵香味，然后你便失去了知觉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不是说过了吗？我就在那里，不止我在那里，魏公子也在那里。不光我和他，还有我姐姐温情，她也在那里。江宗主，你真以为你是什么抱山散人的隐居之地吗？那只不过是夷陵的一座荒山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！你胡说八道！你为什么撒谎？那我的金丹，我的金丹为什么会被修复？你的金丹根本没有被修复！不，江宗主，你猜到了吗？你之所以会以为它修复了，是因为我姐姐，岐山温氏最好的医师温情。他把魏公子的金丹剖出了，还给了你。你以为他之后为什么再也不用随便？真是因为什么年少轻狂？他真的喜欢别人明里暗里，只是戳着他的脊梁骨跟他说：“你没有礼貌，没有教养吗？”因为他就算带了也没有用，他没了金丹，灵力不止，一旦拔剑拔出，根本支撑不了多久。你的剑，魏无羡，随便能替你找到，今日为何不配？都说了不想，以后这种大场合不许不带佩剑。你说这一天到晚要擦多少遍你的剑啊？你的剑呢？多久没擦了？还用修鬼道术法？你以为他为何会突然转而修习鬼道术法，成为人人喊打的夷陵老祖？是因为他没有了金丹，根本无法再立足剑道。就是因为这样，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。孙成，别那么生气，走开！怎么了？酒喝多了，灵力都稀释了。你看你现在，还说什么要辅佐我重振江氏？哎，别过来！江城，只有这一次机会，下次千万不能这样冲动了。
你拿着这把剑，去宴厅，去教场，去任何一个地方，找任何一个人，叫他们拔剑。你看看，到底有没有人能拔得出来？你就知道我到底有没有在撒谎。江宗主，你这么好强的一个人，一辈子都在和别人比，可是你原本永远也比不过他的。不会的，不会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不会的，你都在骗我，骗我！兰二公子，我们快带魏公子离开吧。兰二公子。何事？请你暂时不要告诉魏公子，我把他破丹的事捅出去了，因为他告诫过我，叫我绝不能说出去。虽说他迟早是要知道的，可我……你放心，谢谢你。当年在金陵台为我们说话，我一直记得。谢谢你，更谢谢你这么多年来照顾阿苑。我还以为我们家的人都死了，一个不留了。真的没想到阿苑竟然还活着。她跟我堂哥20多岁的时候长得真像。那日，温氏挫骨扬灰，我去乱葬岗找魏婴，发现了阿远。他在洞里躲太久了，发了高烧，病了一场。我知道，他一定是生病了。以前的事情，他都不记得了。我和他聊了很久，他一直说你的事。以前是说魏公子的事，反正从来没有说过我的。你没有告诉他？你说他的身世吗？他现在过得很好，知道太多其他的事，记起来一些太沉重的东西，反而会让他没有像现在这么好。迟早要知道的。是的，迟早是要知道的。就像魏公子和江宗主，宜丹的事，江宗主迟早是要知道的。总不能真的瞒江宗主一辈子吧？痛苦吗？什么？抛丹，痛苦吗？如果我说不痛苦的话，蓝公子，你也不会相信吧？我以为温情会有办法。上山之前，我姐姐是做了很多麻醉类的药物，想要减轻抛丹的痛苦。但是她后来发现，那些药物根本就不管用。
因为如果将金丹抛出分离体内的时候，这个人如果是处在麻醉状态的话，那么金丹就会受到影响，难以保证会不会消散，什么时候消散。所以抛丹的人要一直醒着才行。一定要清醒着，看到与灵脉相连的金丹被剥离出身体外，感受到汹涌的灵力渐渐的平息、平静、平庸，直到变成一滩死水，再也兴不起任何波澜。一直醒着，2夜1天，一直醒着。当时你们有几成把握？5成左右。5成。毕竟，从来没有人真的试过这种换丹术，不可能有人会愿意把自己的金丹抛给别人的。因为，如果这样的话，相当于自己就会变成一个永远都登不上顶峰、不上不下的废人了。所以，魏公子求姐姐的时候，我姐姐刚开始是不愿意的。可是魏公子一直死缠烂打，说5成也好，一半一半的，就算不成功，废了丹，他也不愁没有后路可走。可是江宗主这个人不行的，他太好强了，太在意这方面的得失了，修为就是他的性命。如果江宗主只能做一个不上不下的普通人，那么他这一辈子就完了。你为何弃了剑道，改修他道？你究竟想干什么？修习邪道，终归会付出代价。古往今来，无一例外。此道损身，更损心性。我心性如何？旁人怎么会知道？魏无羡。蓝湛，我们怎么出来的？大过1成。我就知道，江澄没那么轻易放过我的。这个混小子真是不可理喻。哎。蓝湛，江澄说的那些话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。这小子从小就这副德行，一生气说话就口不择言，特别难听。什么风度教养，通通不管不顾。只要能让别人不痛快，他什么都说得出口。这么多年，他真是半点长进都没有。所以啊，你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啊！我们这是……公子，我们滑到莲花湖了。我知道啊，我小时候经常和师姐到这里来玩。阿羡，来吃莲子。师姐。
魏公子，公子。只有我们3个人才是最亲的人。师姐，我饿了。怎么还像个小孩子一样？公子，你怎么了？我饿了。蓝湛，哎，问你，来的正是时节呀。魏婴，怎么啦？这片莲塘可有主人？当然没有。听说这一带的莲塘都是有主的。韩光君，你听说的可真多啊，我都不知道呢。啊，好，好，好。温宁，走吧。下不为例。啊？哈哈。金氏传讯纸牒，怎么了？说什么了？金光瑶来云梦了。他不在兰陵金氏待着，来云梦干什么？兄长也未回信。你是担心金光瑶狗急跳墙？不过金光瑶这个人的举动，还真是没有办法预料。云梦，云平城，我知道了。蓝湛，我知道了。知道什么？我知道金光瑶要去哪儿了。去哪儿？云平城。云平城。没错，蓝湛，你还记不记得我曾经跟你说过，在芳菲殿的密室里，和赤峰尊头颅放在一起的，除了乱破抄，还有一份房契地契，而这个地方就在云平城里。是什么地方？不知道，但我记得地址。兰陵金氏财大势大，如果这个地方不是金光瑶极为看重之地，他是绝对不可能把赤峰尊的头颅和他放在一起的。所以我相信，如果金光瑶来了云梦，那就一定是去了云平城。
温宁，云平城。姑娘，请问一句，这里就是云平城吗？这就是云平城。多谢。没事儿。蓝湛，到了，我们先进城去看看吧。公子，传过来，公子，这，公子，喂，不许欺负他！公子，蓝湛，你竟然还留着！公子。快看，好多蝴蝶！蝴蝶！